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想聊一聊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存了一堆学习资料，但是你从来都不看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教材的 FOMO， 或者说这种知识焦虑。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也会给大家聊一聊这种囤积式学习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最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帮大家跳出来这个怪圈。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教材 FOMO 的现象和本质。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首先得先搞明白，就是到底什么叫教材 FOMO， 对吧？它到底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教材 FOMO 其实就是你看到了各种学习资料，你就忍不住想要囤积，就不管你用不用，你就是先存下来，然后你就会有这种资料越囤越多，你根本看不过来。对，你可能有很多都是重复的，你都没有打开过，但是你就是好像买了，或者说你收藏了这个动作，就给你带来了一种满足感。这个我真的太有共鸣了，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最后反而被这些资料困住了。对呀，就是你刷手机看到什么热门的课程，你就立刻下手了，然后你的那个网盘啊，你的那个收藏夹塞得满满的，你可能这个还没看完，你又被另外一个吸引走了，最后就是你时间也浪费了，你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学到，对，反而让你自己更焦虑。那为什么大家就是会控制不住的要去囤积这些学习资料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你想要通过拥有这些资料来获得一种安全感，就好像我把这个课程买了，我就已经进步了一步。对，还有就是你会有那种害怕错过，你觉得别人都在学这个，我不学我就落后了。是，对，这个确实是现在这个信息环境让你觉得好像你不学你就好像被落下了。对呀，就是各种推荐算法不断的在刺激你，然后各种社群不断的在刺激你，再加上现在这个云盘什么的这么大容量，你好像存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成本，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囤积，再加上你自己又希望说我以后可以变得更好，我舍不得丢。对，那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都陷在这个教材 FOMO 里面，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其实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产生的一种焦虑的自我保护。对，然后你会把这个资料的收集当成你进步的一个标志，但是其实你是被这种外部的刺激和你自己的这个完美主义的想法在牵着走。对，你最后就是说，不仅你没有真正的学到什么东西，而且你还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自责，不断的觉得自己好像失控了这种循环里面。对，所以就是说你认清这个背后的机制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进入第2个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囤积式学习到底偷走了什么。对，首先第一个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这种囤积式学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认知上的和能力上的影响？就是你不断的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你不断的去开新的课程，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消化它，没有好好的去实践它，其实你大脑里面就是塞了很多这种半成品的信息。对，你看起来好像知道很多，但是其实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说其实看似很勤奋，其实效果是适得其反的。没错，而且就是神经科学也发现，就是你这种无节制的去收集和切换主题，会让你的大脑里面的这种神经通路变得很杂乱。对，然后你就越学越混乱，你会发现你自己判断力下降，包括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下降，你甚至连深度思考都很难做了。你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喜欢囤积学习资料，这种做法会不会让人在心理上付出很大的代价？其实这个背后的心理就是你把知识当成了一种可以占有的东西，就是你觉得我好像收集了我就拥有了，但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它，没有真正的去用它，所以你会有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对，但是其实你内心里面还是很焦虑的，因为你有很多这种未完成的任务。就难怪为什么好多人就是说囤了资料之后反而更有压力。对，就是你这种没有完成的任务就会一直压在你的心头，然后你会不断的去自责，觉得自己很懒惰什么，你对学习会越来越没有兴趣，你久而久之你就会陷入这种数字的包袱里面，你的这种行动力也会被削弱，你自己的自信也会被削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收集学习资料上，那会不会让我们错过一些更重要的成长的机会？没错，对，你就会把时间都浪费在这种找啊、存啊这种上面，那你就没有办法专注在真正的去消化它，真正的去实践它，然后你也会错失掉用这些知识去解决问题的机会。
你也会错失掉真正的去创造和输出的机会。那你久而久之，你就只能在表面打转，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提升自己。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治愈良方，就是如何用5步来摆脱这个教材囤积症。OK， 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认知重建和动机澄清，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真正的帮我们走出来？就首先我们要去明白，就是教材它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你用来证明你自己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你用来缓解你焦虑的东西。你不要再去觉得说我没有看完就是我失败了，你要去允许你自己选择适合你现在的东西，然后把那些你用不上的教材都可以很坦然的放下。其实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收集再转向真正的成长。没错没错，对，就是定期的去问自己，我到底需要这些资料吗？然后把你的精力集中在你现在手头的这一个，用这种动机的澄清和这种价值的反思，去不断的提醒自己，我学习的目标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陷入这种囤积的陷阱里面。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彻底的摆脱这个教材囤积的这个困境，我们在这个资料的筛选和这个日常的整理上面，具体要怎么做？其实很关键的一步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个全部资料的一个大盘点，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些教材啊什么的都摊出来，然后你就挑出来你觉得最有用的、核心的那些，把其他的都收起来，或者说捐掉，或者说处理掉，就你只留下真正你会用的。听起来像是给大脑做一个减法。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STOP 原则和这个10%收藏法则，就是你新的资料进来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谨慎，定期的去做这种7天断舍离，把你的资料分类归档，用一些标签什么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你的学习环境变得非常的清爽，也不会说再被这些无用的资料所拖累。那我们说回来，如果想要真正的摆脱这个教材囤积的这个困境，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方式和这个行为习惯的调整上，具体要怎么做？其实最有效的就是你要专注于一本好的教材，然后去反复的研读它。比如说你用这个1本3遍法啊，去不断的去琢磨它，你要把它读透，配合这种错题复盘和这个费曼技巧，你要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讲给别人听，你才能够真正的掌握。听起来就是要慢下来，然后要真正的去动手做。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这个 KSIM 的这种深度思考法，每天去反思，去调整你的行为，用这种行为的替换，去把你这个囤积的冲动转移到这种实际的操作上面。你再去设置一些阶段的目标，去奖励自己，每完成一个目标你就给自己一个小礼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形成这种持续学习、持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你就不会再陷入到那种资料堆积如山，你自己又很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死循环里面。聊到这儿，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就是真正的学习从来都不是靠囤积资料，而是靠你真正的静下心来去用、去思考。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你的硬盘塞满了你永远都看不完的文件，不如就现在开始选一个你觉得有用的东西，然后开始动手吧。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赶紧关掉你的下载器，打开你的课本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